足的应对经验了。前锋恰恰上场比赛他用了4个英雄，就是版本主流的纯切边。对，就今天可以跟小洛一较高下。今天看到他们在选边上面的话，我看他们首先第一局他们是在蓝色方，然后杭州 LGD、NBW 在红色方。搬了一手海月 ，LGD 是搬掉了杨戬，这个班位比较少见啊。第一局的红色方，对蓝色方先把盾山搬了，看一下 LGD 要不要搬这个鲁班纳什，故意给鲁班纳什，因为钟馗没有被搬。他们想的是用钟馗小乔去打鲁班纳什，就看伊萨要不要接招了，接了。无边无际。既然接了这手鲁班纳什，后续的话，如果 LGD 选择了用钟馗小乔去打，那左边就有一手鲁班纳什加，杨戬被搬了，就只能加袁坦或者是赵云这种英雄。潜龙腾渊，云霄上，没有接元辅敖隐加元辅这一套吗？不敖隐的话就是元辅。一剑中。他们元辅这一套的话，今年是玩过一次，但是由于敖隐这个英雄，其实在 LGD 的队内优先级是非常高的。是的，啊，所以搭配着敖隐一起出了。这个组合就是破壳能力特别强，上一场 BO 我们也见到过了。而伊萨这边的选择就是赵云了，刚刚我们聊了嘛，如果右边选择了出元辅，你出不了元塔，你就只能4选去找杨戬或赵云这种英雄了。杨戬上班了，那就赵云，刚好对面是敖隐。然后保了一手苍，就是保了一手亮宇的对线，让他打到敖隐的时候是比较舒服的。亮宇现在是值得被保护的那一个，他现在的输出非常的稳定，然后经常闪现向前追击，而且这个赛季发挥也着实亮眼，所以给到他了一个高位的选择。LGD 则是掏出了关羽团战的时候去顶进去打拆火，又是元辅加关羽的这个组合。2轮的班位 ，LGD 是搬掉了一手马超。马超是他们的双边都有点怕的，这个班位12秒了。如果是再考虑切入的话，夏洛特这把也是可以考虑搬。夏洛特也搬了。接下来就看前锋这边会不会去玩项羽这种类型的英雄，因为项羽对于右边这个阵容的冲击也很大。LGD 果然最后一班是搬中单去了，没有搬对抗路了。他觉得前锋作为一个新人，就搬你这种纯切边。然后伊萨这边的班位是给到了中轴线特别强的沈梦溪，后边再搬一个对仓威胁比较，搬了2个，一个镜一个哪吒，都是保一下仓的环境。但可以看到伊萨今天他们的一个选位和班位，其实给到亮宇很高的优先级。LGD 直接掏出了一手火舞。上场也是拿出了火舞，然后呢也拿到了胜利。这把的火舞跟关羽感觉是打突进啊，那这个元辅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存在了，他是一个冲阵的阵容，或者是只丢扇子也行。然后先看一下伊萨这边的选择了，对抗路会不会出项羽这种英雄？因为他打野位补的赵云不算是一个大前排，对，然后还差一手中单，打火舞的话。消耗型的英雄目前都在，嫦娥对位也行。夜晚的神灵，但这样嫦娥走中单的话，它的消耗力度就没有那么大了。对抗了补了一个达摩，同样也是有一定反手能力的英雄。伊萨这一套阵容，小控制和身板都还是比较硬的。好 ，LGD 反手一手梦奇。这梦奇一方面有一个大招可以防鲁班纳什的大招去拉自己，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在这个版本，他对到一些近战英雄，他非常的有优势，像是赵云、达摩这种英雄，对他的威胁都不算大。只有等对面的大射仓起来之后，梦奇才会感受到生命的威胁。不过之前有看到米苏他的那个铭文上面，他这个梦奇带的还是相对比较偏肉的一些铭文，基本上就是700多血那一套20攻速。对的，梦奇这个英雄他质量可以转化为攻击力跟双抗这样的一个存在，就导致了他的出装上需要多堆血量，因为他不缺双抗。然后他的攻击属性也有的情况之下，要攻速就可以了。攻速跟血量是梦奇，包括移速这3种属性，我就觉得梦奇跟梦奇最契合的属性。再加上 LGD 他这把元辅的位置带到的是净化，相当于他们是一个多冲阵，5个人在团战的时候都是往里冲的。
他这手进化的话是可以去骗鲁班大师那个大招的链子，稍微可以靠前一些。说实话，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元辅阵容有点不太像啊。对，大家组元辅阵容的时候，一般是做好防开嘛，每个英雄都有一种防开的手段，让鲁班大师不好开团，然后我就打这种手团的消耗，去折磨对面就好了。但 LGD NDW 这个阵容又选了佛，又选了关羽以及梦琪这种冲阵能力特别强的，目标就是封锁亮宇这个汤的输出环境。没错，因为 A-Star 这把其实是有一些偏向于4保1的，基本上都要围绕着亮宇的发育以及打团去护着他来进行。这也是我们今天会聊到的另外一个，也就是发育路的对抗上面。因为亮宇和小九的话，我觉得在这个赛季目前的表现是大家看着他们在不断的成长和进步的。首先，亮宇的话，我对比一下他春季赛的数据，可以说他是直接从相当于班级的吊车尾到名列前茅，因为他春季赛的时候 KDA 是在24个发育路选手当中排在23，很低，但是目前他在夏季赛的 KDA 11.2，排在发路第1。是的，第1名。而且他目前2场比赛打下来，27-5-29的总 KDA 场均击杀排在第2。值得一提的是，亮宇的没死成伤啊，目前有96000，排在发路第1。就96000是什么概念呢？首先，第2名是63000，差的比较多了。还有就是他96000的这个没死成伤，你把它哪怕放在发育这个对抗路，放到另外一条边路，对的，他去对比都能排到第2位。那确实有点夸张了啊，亮宇成长太快了。就非常明显啊，可以说是我一个极大的反差。但说实话，他这种状态需要是一个长时间的保持，毕竟现在是一个常规赛的阶段。然后小九这边的话呢，对比起春季赛来说，主要是在于他的伤害占比提升非常明显。他现在属于高经济高输出，他和小洛的定位现在都是拿钱办事的这样一个定位。对，主要的输出就是堆在了双边。那如果说对小九也提出一定的要求的话，可能就是在于他目前的一个敢打上面，场均击杀在发路第1，但同时他场均死亡也稍微偏多了一点点。就现在对小九来讲，需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死亡率。对的，所以这场比赛也看一下两边的这个双边对抗上面有没有一些更多的细节出现。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小局，蓝色方武汉3Pro，红色方杭州 LGD NBW， 我是解说一炫，我是解说潇洒。永恒荣耀，永恒荣耀，初心荣耀，初心荣耀，初心荣耀。第一波中线A-Star抢的还是相当快的，有嫦娥在，而且赵云也蹭了一波，就直接往下突炮了，一闪踩一压撞闪踩，到。往下偏移，为了顾这个资源，但是活物也已经赶到。对，小 A 以及小九这两边各有一个人状态不好，那这个红隼就不好说了。1分钟到了，有血包，小洛也跑下来了吗？小洛那么远跑过来吗？我开下了路打起来了，先踹了一波，但是关羽来了2技能，但直接被苍闪现给躲开了一下，回头又打了一波输出。这波关羽来是真没想到啊！A-Star也想不到啊。对，所以九尾看小洛来都来了，不能让你白来啊！我直接一闪上去踢一脚，把这波团先开起来。关羽进来之后，他其实有收获，就是把对面的3个闪现全部都逼出来了。但问题是小洛自己的兵要亏很多，他跑回去的时候，估计那一波兵都被他吃了。是的。你说他赚吧，他也不是很赚，因为现在这会儿召唤师技能没了之后，他4分钟之前到4分钟那波龙团是会赚好的。对，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去抢夺这个边路这一个红隼的资源，这一个资源点。说实话，待会儿小洛4级再来一趟，要不然前面那波把这个闪现逼掉的延续性就没有了。不过通过前期两边的这个动作，能够感觉到他们对于自己发路的一个重视啊，很针对亮宇啊。刚刚小洛就是冲着仓去的。4个人来中路吃线，因为下路小九的敖影把线控在了塔前，然后他们做了一个临时的换线，让嫦娥下去解线。让苍先跟着打野去吃野啊，待会儿中线到了吃中线，因为没有闪现了，所以特别容易被开嘛。优先还是先保证发育，下路就不用打这个内线了。他掉到中路会吃线比较安全，有人护着他。这
combo 吃完就可以再换回来了。因为闪现快穿好。对的，相当于是过渡了一下。但是下路这个线还行，对面是3个兵，伊斯塔这边是2个兵，线会往伊斯塔这边推。这个线也不着急，2波线汇合了，赵云要下来帮忙一起解一下线。要一起吃了。嗯。这样赵云的经济一下子就很高，再去中路吃，两边的打野要碰了，梦奇要传过来，看关羽也来了，赵云结扎，打了一波小的控，消耗一下梦奇的状态。但前期伊萨这套阵容的话，他们要去秒梦奇还是比较困难的。秒梦奇的话，控制链要接的比较紧密了，你不能让梦奇开出大招。是的。看一下这波龙团，敖影身上是裸了一个暗影战斧，并没有第一剑出冰粉之握。暗影战斧的话，前期伤害肯定会更高一些。而伊萨动作就直接放龙，放龙发育。赵云现在就小楼这个点，他的经济来得很快啊，他确实机动性各方面会比梦奇刷野更加效率一些。直接换龙。看到实时预测上面12位嘉宾看好了，杭州 LGD MBW 2位看好了，我们的星透。想开，大招拉到，但只能打过技能，而且敖影和苍对点了一波啊，互相下了一波状态。这波小仔很清楚，你只有一个苍是杀不掉我的，进化都懒得交。对。在鲁班大师没有大招的时候，伊萨的开团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他只能靠赵云来到正面。看赵云跟达摩能不能找机会。嗯，这波前锋的达摩去到中路接线了，那4个人在下压就是要压掉这座塔的，这是他们4-1压边塔的节奏。但是火舞也在啊，被赵云发现了。火舞下来协防的话，伊萨下路这波想要压线的动作是比较难起势的，压不掉。对。LGD 直接放梦奇来到了野区的一个位置。哦，这波开团很有威胁，逼出了火舞的一个闪现，赵云大招再一扎打到一个半血。这是新版鲁班大师利用2技能拉墙，造成一个800码左右的位移，然后再接大招，这样还有一段1技能，一旦拉回来直接接控制，队友就能跟上了。不过 LGD 本身的动作也是为了去红区给压力卡下路的外塔，所以两边目的达成了，对，都拿了一些东西。但9尾接下来就要小心了，因为小 A 是记得住9尾这个闪现 CD 的，他待会儿应该还是会找机会去拍火舞就比较难跑了。还有就是 LGD 这套阵容在火舞没闪的时候，他们的开团手也比较单一。本质上他们这阵容不用开团了，就打消耗，等对面开，然后打反手，利用元辅的这个法阵拉扯一下对面。就利用那个小小的签约躲掉对面的开团之后再反打。他们如果要开团，肯定是苍的走位给到了机会，给到了一个能够开他的距离，他们才会动手。就现在，亮宇的苍现在开始接手不 buff 了。再来正面，赵云一扎扎2个，2技能再捅了一下，但是梦奇在正面也能顶住，直接往前靠，队友在后面补输出，一个大招再拉扯了出来。关羽拍马赶到，2技能踩了一堆，后面的话火舞直接切了进去，瞟伤梦奇的一个伤害滴血到手，但正面的话鲁班大师大招拉回了火舞，把火舞也给留下。最终双方是一个1换1，刚才这个团战是由小楼的赵云发起的，但是 LGD MBW 化解掉了。等于说米苏那个梦奇吃掉了赵云的又吃掉了达摩的进场大招以后 ，LGD MBW 刚好小洛在中左，9尾在中右，两侧夹击过来收掉了达摩。不过那个因为雾雾的闪现在上一波是交掉了，所以刚刚鲁班大师确实拉到他了，造成了一个1换1。先看这波，首先米苏他在正面顶住了这个沉伤，达摩是把梦奇往回轰。然后关羽和火舞的夹位，左右夹击，后面就是鲁班大师大招，再留一人。赵云又打先手，链子给到了，
但其实目前在线的处理上面，会发现 LGD 的双边线是处理的非常好的，他两边的外塔都已经拿掉了，下路的2塔也差不在多有了，给压力，是的。点掉了。关羽和梦琪现在正面已经能够给到一些身位上面的压力了，那这个红 buff 对于伊萨来讲就不好防守了。看小 A 直接大招拉，有想法。但是被扯断了，距离不够。这个红反掉，小九拿到。这么打下去，对伊萨来讲不是好消息啊。共焚天气枷锁，现在翱影伤还挺高，会将打到嫦娥身上很痛。小洛这把的关羽，他的打法很自由的。从第一波支援也能看得出来。刚才应该是达摩，我们先看一下经济排行榜啊，是小楼的赵云一直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很早就开始领先，一直领先到现在。好多先手团战都是他上去开个大招。对，刚才就是达摩交了一个闪现过来开，但没有开到。有这样的一个尝试。最后这个暴君的话，还是 LGD 拿到。达摩闪现交了10分钟是赚不好的。我已经进草，但是没探到。但对于伊萨来说的话，会发现亮宇这个仓的发育是基本上平行的一个发育。哎，大招换进化，不交进化，那交完之后10分钟也没进化了。其实他不交威胁应该也不大，因为赵云刚刚去拿蓝了。但伊萨他如果拉扯一下的话，鲁班纳什的大招胜仗。可能刚才在小仔的视野里边，他也不知道赵云到底干嘛，还是有点害怕的，怕10分钟之前自己再掉了。因为在鲁班纳什进草开那一波之前的话，火舞当时探到了那个小草当中有个赵云嘛，对，后续他又不知道赵云的位置。看着过10分钟，鲁班纳什是有大招的。张二生技能上前锋的达摩闪现没有好，然后小仔的元辅进化也没有转好。LGD 是带了一波上路的优势线，再过来的位置龙团拉也还扯。不错，仓应该是盯到关羽的位置了。正面 LGD 因为有上路的优势线，可以先去拉扯对面。现在两边打野，如果换血的话，赵云有回复也还好，梦琪是有盾。但谁都不会交技能去 rush 这个龙，还是要把这个团打起来。鲁班纳什这个位置吃到了火舞扇子的减速，因为小 A 是2技能加1技能进草，两段位全交，就很难受了。自己的闪现也被打出来了，处于一个劣势。这样就很难去开了。关羽这个位置又盯住了对梦面的赵云，琪直接撞，梦琪直接关羽撞到一刀，撞的还不错。达摩这个位置得往后撤了。那这样技能的交互上面 ，LGD 龙团拉扯做得很好。这个龙赵云还想尝试吗？有想法，但自己的状态太低了，感觉还是得往后靠一下。那这样火舞一闪直接踢到塔对面2个人都补上了伤害，赵云直接倒了。一波关键的看到，但鲁班纳什大招也拉回来了一人，把关羽留在了2塔底下。后续感觉还有伤害，再点一下，不是3回又打到对面的一手嫦娥，嫦娥交了一个闪现，躲了一下梦琪的一个大招，翱影大招，这边直接往前飞，落地之后伤害补上2连击破拿到。这波小九的环境拉满了。就九尾这边就在等赵云下来，你如果敢抢龙，我就直接一闪踢你了。然后那边赵云一看后过来盯他了，他直接跑了。然后 LGD 被大哥把龙拿下了，一瞬间九尾没有准备放过这个残血赵云，直接一闪踢上去，留了2个，然后让队友去跟，最终是小洛的关羽完成了击杀。不过小洛进去补伤害的时候，他被鲁班纳什挂上了一个大招，他那个应该是极限距离被拉了回去。看到小仔，他也是完成了自己的3000累计助攻。来回看一下这波挑战。而后续先看九尾这波一闪踢2个，被动接一闪，然后关羽进场，然后关羽想要回顶拉走的时候，已经被鲁班纳什挂上大招了。随后就是翱影之发3火，如果锁到了亮宇的仓，那仓就死了。但他锁到的是嫦娥。但仓确实在那个侧面的时候，他吃了很多的小技能，包括也吃到了一扇子，他没什么状态了。对他根本没有机会还手输出，因为对面这个阵容我们有聊嘛，它是一个很多切入点的阵容。哦，这个3火有点痛。8600的翱影，嫦娥现在毕竟也没有出防装嘛，对的，他的坦度是靠吸血书跟大招的续航。一波线的话，伊萨是可以清的。但是现在感觉伊萨在正面，达摩也得尝试再去找一些机会，因为目前达摩这几波团战的话，没有办法去和对面置换一些技能。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感觉前锋这把达摩他在打团的时候，一方面他自己想找机会，没有找得特别好。第一波是踢了梦奇，效果一般；第二波是在中右，好像没有留住人啊，那波也是把闪现白交了嘛。然后就是另外一个点，就盯不住小洛的关羽。对，要么你就是把这个关羽盯死，让这个关羽没有办法。但其实现在盯关羽的任务是鲁伯纳施，鲁伯纳施要留一个大招，他没有特别好的先手机会，那他就留了大招，等着对面进来。但两边如果都不开团，那元辅这个法阵的威力就出来了。我长手消耗你，你吃不消啊。右边有很多小技能可以打消耗。下路的线送过来了以后，磨掉了下路的高地。现在单是敖影加上元辅，其实一下一下的也会让 A-Star 有点难受。包括元辅自己的大招也有消耗的。他这个伤害打多了也很可观，所以现在就是伊萨怎么开这个团，就这么耗着肯定不是办法。那这样中路的高地也是被对面给磨掉了，就这么没招，干看着，那就只能放3高了。如果是这样，但是上路这个暗影先锋，如果你不提前压低血量的话，那 LGD 还是可以推完高地继续打的。这个暗影先锋还是满血的强化暗影先锋。但是暗影暴君刷了 ，LGD NBW 求稳。是的，回头先把龙收了，再回来打。伊萨把视野慢慢摸出去一些，知道对面大概要去开龙，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关羽是看到对面赵云要往上靠去，赵云应该是对这个蓝 buff 有想法，然后小洛藏在草里出来了。断人波心。火舞的话是在给红区的视野，现在 LGD 的视野铺得很好，而且关羽点了发已经，他可以绕火舞大过来了，闪，正面直接打了上去，找对面的仓，他点个链子没有链子，关羽来了，二技能直接踩了进去，并且白衣给，但是被对面给救了下来，但是梦奇大招撞了3个，再点链子，但是达摩已经倒了，但是中下是有兵线的，看一下 LGD 的想法，这个线应该是能清的，一波线的压力。被卡住了，哇！这波亮宇能活下来也是相当不容易了。因为当时九尾看这个仓离自己很近，一扇子已经中了，那就直接大闪推吧。但是亮宇当时开幽影世界开得很及时。是的，赵云大招直接一扎，但是效果一般啊。没有什么伤害。罗纳斯大招直接开战，规避了一波，然后中下都有兵线过来，默契直接用自己的身体去卡住对面的一个位置，把线给送进来。赵云再一反扎，但是没有办法清线了。让我们恭喜杭州 LGD NBW。这把 LGD NBW 真的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取胜。他最后一波团战当时的那个沟通肯定是有提前量的，因为在火舞给到了对面拿红的一个视野的时候，关羽已经在上半图点了一个发起进攻，他可以从对面吊高地的那个位置给包过来，所以也形成了这样一波夹击的态势。我们也是来听一下评论席的看法。